大家都以为野外求生很苦，这心中的成见像大山，怎么搬都搬不动。但是来看看这些人在干嘛，鱼多到只能拿去烟熏，而且他们还有各种烤鱼姿势，味道一点都不比烧烤摊差。如果这也叫做苦日子，请把我送过去体验一下吧。挑战进行到第7天，已经有2人受不了离开。斯蒂夫感觉脑子快要炸开，没有一条鱼来安抚下自己，肉眼可见的憔悴不少，很想回去跟家人们团聚。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都知道，天天喊着要回家的，大部分那都是熬不住的。看他这样子，估计也快了。在镜头前不断诉说着妻子做的饭菜有多好吃，就连狗粮想起来，嘴角都有泪水落下。真的是年少不懂事，非要过来这边体验挨饿。现在知道错了吧？心疼自己连腹肌都整没了，回去要吃多少自助才补得回来？真不建议大家过来，这奖金一般人可拿不到。约恩醒来就发现外面有动静，区区小鹿很想拿捏一下。不要问为什么不给弓箭选手，问就是大家都没这实力，拿了也是浪费时间，还是老老实实去抓鱼。也不知道女友那边怎么样了，来之前约定至少带个月，自己肚子都饿得咕咕叫，玛利亚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可惜外卖小哥不愿意送过来，自己只能祈祷有鱼送上门。基顿也是饿得怀疑人生，希望都寄托在这渔网上，能来条小的已经很满足了。随着渔网不断往上收拢，情绪那是变得越来越低落。想起来自家冰箱里面的食物，真后悔来之前没啃干净。当时还跟妻子说过来这边会吃鱼吃到吐，妻子当时笑而不语，看来就是早知道自己会空军了，连条小鱼都没有发现，严重怀疑是被其他选手吓跑。继续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光靠挨饿也坚持不了几天。文森不知道别人过得怎么样，只是一味的在那补鞋，他可没听说过过来挑战要倒贴鞋子的。幸好带来的材料比较多，修补个破洞那肯定没啥问题。会不会有水渗透进去，那就不是自己能保证的了。卡托今天没有休息，醒来后就一直在收集材料，小斧子就这样巴实巴实的砍下去。原本我以为是弄下来当柴烧，看他如此认真的打磨，我就知道事情并不简单。大家猜猜这是要整什么？之前抓到的鱼差不多啃光，是时候准备再弄些上来。今天肯定又是丰收的一天，玛利亚精神状态好得很，日常过去检查一下渔网，但凡能整上条鱼，自己也能够高兴一整天。这上手就感觉手感不一样，不出意外果然有条鱼在，心情那是好的不行。看清楚这不是鱼，是拿下奖金的门票。你以为渔网里面就这鱼吗？那就太小看这宝贝了。一趟下来直接收获4条鱼，幸好男友隔着远看不到，不然肚子怕是更扛不住了。严斯这边也来岸边凑热闹，他布置渔网那是有说法的，还专门弄个电子格纳，就是为了避免跟石头缠在一起。脑子里面确实是有点东西，现在就可以拉动渔网到另外边，这实在是有够丝滑的，不像某些选手乱扔打结。建议他多看看学习一下，有渔网还能饿肚子的，只能说菜真的要多练。觉得严斯还是挺有机会吃到饱的。斯蒂夫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急需一些食物填饱肚子，有机会的话顺便清理一下身子，味道实在是有点上头，真怕哪天把自己给熏晕了。很想现在就退出挑战回家，体力真的有点跟不上，第一次感觉自己会这么饿，很想像其他人怎么坚持下来的。光是肚子发出的声音都让自己烦得很，换做以前肯定去超市进货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这样的日子实在让人怀念。真别说，连狗粮都是喷香的，要是有一袋放在眼前，自己怕是能把狗子食物抢光，每天需要的营养那是少得可怜，肚子每想一次就伤心一次。人生中能赚到大钱的机会不多，如果能把握住这次机会，自己跟家人能过上好日子，各种没尝试过事物也能体验下。说是这样说，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想实现怕是有些难度，除非其他选手能给个面子，早点退出挑战回家，不然自己怕是没有机会能拿下奖金。斯蒂夫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，看他这状态，怕是半个月都熬不完。现在也就在镜头前胡言乱语，发泄一下内心烦躁的情绪。卡托这边总算是将东西弄好，原来是用来抓鱼的，直接就扔到水里面。有没有大神告诉我这有啥用？那板子还是有点沉，并没有顺利漂浮起来，现在也只能添加点材料加工。如果能够顺利漂浮起来，他有信心能够抓到一堆鱼。这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感觉并不是很靠谱的样子。反正也就卡托有信心，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，等会扔到水里面就知道行不行。严斯那边正检查渔网情况，一捞起来就知道有没有了，轻轻松松就抓到鱼吃。所以说这渔网位置放得好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在野外饿肚子，直接就说实现烤鱼自由。现在问题就是鱼肉太多了，得想办法将这储存起来。以往都是买多少吃多少，吃不完直接扔冰箱，自己也没想到会拿这么多，当时就想着怎么挨饿，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严斯也是经常网上冲浪学习，
起，在这里烟熏肯定没问题。而文森打算全部啃干净，在野外碰到食物，哪里有肚子安全？就是鞋子让人不放心，老觉得会裂开没法穿，导致他都不敢到更远地方看看。或许应该整个烤炉暖暖脚，没有人会想着回去的老寒腿。像泰格这年轻小伙，一碰到好天气就去探索，能不能拿到奖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有种度假的感觉。到时发朋友圈装一下，前边那植物可是好东西，收集点回去泡茶喝，巴适的很。然而快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。回去看到火堆都熄灭，看来木柴还是收集少了，需要弄得再多一点囤积才行。有打火器在手，生个火轻轻松松的。这嘴真的不能乱讲，以往咔嚓一下就好了，这次怎么点都弄不行，急得他都打电话叫人来办法。该不会真生不了火吧？玛利亚感觉肚子有点饿了，是时候开始准备晚餐。浆果搭配上鱼肉，营养又健康，可以配料都放进鱼里面，这样烤出来不仅保留了鲜味，还会增添种清爽感。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香味，直接往嘴里塞，这感觉是真的舒服。要是天天能吃到就好了，当然最好是男友也过来，自己只需要躺着等鱼烤好。想想都觉得开心，自己没预料到会过得那么顺利，简直就是跟做梦一样。以后度蜜月也要来野外过，到时东西准备多一点，晚上可以锻炼完身体，躺下来欣赏下美丽的星空，真的非常浪漫，推荐大家过来体验一下。也不知道男友回家没有，希望他不会饿肚子吧，反正自己是吃的有点撑了。玛利亚吃的有多开心，约恩现在就有多难受，一条鱼都没有看到，该不会全进女友肚子里了吧？目前也就蘑菇能吃，可惜这不能看到小人跳舞，不然自己早就回家吃大餐了。哪个家伙说野外求生容易的，自己每天那是过得难受的很，要这些蘑菇有啥用？还不如赏条鱼过来吃。文森心态倒是好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他跟其他选手比没啥优势，唯有确保每天有肉能吃，这才有机会熬到最后。要是人人都像玛利亚那样，这挑战谁能扛得住？其他选手确实过得可以，挨饿方面那是都是有天赋加持，真不知道谁会想支撑不住。斯蒂夫都已经饿出幻觉，在野外竟然闻到披萨的香味，还是双重芝士风味。不要问嘴里为什么常流泪水，那肯定是把自己给馋哭了。颜色原本还想着怎么烟熏好，没想到这边发现个好东西。节目组安排的地方也太好了吧，能够捡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这个稍微处理一下，正好可以拿去烟熏鱼。现在他要把底部给砍掉，也不需要弄得太大，刚好能够将鱼给挂起来就行。这还是他第一次烟熏处理，先生火看看效果怎么样，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，要是不行那就只能把鱼全吃了，真怕他成为首位吃撑的选手。目前看起来烟熏效果还不错，鱼肉现在有种淡淡的杜松味，估计还得再烟熏上晚才行了。泰哥觉得这次挑战真的很难，短短几天已经饿得有点头晕，目前也就点茶水能喝。原本计划弄好火堆后就能够顺利抓到鱼烤来吃，想得有多美好，现实就有多残酷。基顿一直在观察岸边的情况，希望能够整点肉上来，不然身体继续这样虚弱下去，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坚持下去。自己感觉现在的状态应该是熬过3-4个礼拜才对，然而才1个礼拜而已。但凡节目组能够让自己带点食物，带个半年也不是问题。可惜没有如果，只能在这里老老实实的挨饿。希望鱼能主动送上门救救孩子吧。斯蒂夫已经彻底摆烂，开局就消耗太多的能量，加上钓鱼的效果不佳，严重打击到挑战的积极性。他打算进行最后的挣扎，去看看这边的熊去哪了。要是能整到一头吃，至少这几个月不用愁。我就想问他拿什么去狩猎，那小刀斧子能破皮都算他厉害。足迹看起来有段时间了，也不知道溜达到哪个区域，没有肉吃，也没有落日看，内心那是低落的不行。别的选手不是在为食物犯愁，就是在那想念家人。这挑战真的一天比一天难熬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会饿晕。哪怕刚刚已经吃过鱼肉，可还是感觉完全不够。也就文森在那修补鞋子，现在摸起来那是相当满意。挑战已经来到第8天，斯蒂夫整晚都没睡，肚子就跟打仗一样，疼得他没法安心。像玛利亚这种有肉吃的，睡得那叫一个香，甚至还梦到跟男友锻炼身体，把自己都给整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就是衣服有点味道，希望不会熏入味了。卡托之前对钓鱼还挺感兴趣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收获太多，他觉得不就是有手就行，也就干活身体累点。挑战那是完全没有难度，实在是有够嚣张的。基顿现在精神都集中不了，明明渔网布置的那么完美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法收获，严重怀疑是被这户针对。一气之下就要到山那边看看，要是有个湖就完美了。出发之前整些浆果吃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天说变就变，还没出发就碰上小雨。虽然说有不少肉派出现，但他也没有办法狩猎到。最糟糕的是连湖都没看到，该不会周围都没鱼出没吧？内心那是非常沮丧，兜兜转转也就碰到个小池塘，比你那荷包还要干净。不过来都来了，
只能继续行走下去。卡托又拿出秘密武器去钓鱼，这确定能够钓到鱼吗？当我还在怀疑的时候，他这边都已经将鱼钓上来，小是小了哪一点？不过证明这玩意确实有用，今天收获也就这么点，熬上个礼拜都没问题。这才是野外求生正确打开方式。严丝带上行李到岸边欣赏风景，挑战虽然很重要，但也不能委屈自己享受生活。整上个火堆烤鱼，这小日子谁看了不说句羡慕？鱼肉之前就烟熏过，现在烤味道变得更香了。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有肉能吃，拿下奖金的机会那是相当大，就怕他突然想不开要回家。严丝的快乐，斯蒂夫体会不到，肚子实在是饿得不行，身体也没有赶来时那么强壮，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不佳，胃在不断抽搐着。要是能抓到鱼吃，自己也不会过得那么难受。同样难受的还有基顿，他希望其他也在挨了，主打的就是自己过不好，其他人也不能好过。为了奖金，真的有必要没苦硬吃吗？基顿已经动摇想要回家了，看样子可以提前预约上船，嘴上不断抱怨着这里的生活。我还以为节目组是来接他的，没想到是斯蒂夫先扛不住，他只想快点收拾好东西回家，吃上大餐填饱肚子。这挑战谁爱待着继续待着，反正自己是不愿继续了。就这样，斯蒂夫放弃挑战，时隔多天，总算能吃点好东西，整个人那是快乐的不行。也不知道接下来谁会坚持不住呢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有些人饭可以不吃，但是这茶必须得喝。明明都已经饿得想哭，但还是坚持要整杯茶喝。难道这里放了保腹剂吗？估计只有去挨饿的人才明白这一杯茶的含金量有多重要。挑战进行到第9天，仅剩7人还留在场上，约饿的已经有点神志不清。现在要进到水里冷静下，顺便将这渔网布置好，再不来条鱼救助下自己，肚子怕是要直接罢工了。这水是真的冷，原本就虚弱的身体现在变得更加岌岌可危。趁着身体还能动起来，抓紧时间钻进庇护所里。有意思的是，到现在还没生火，约恩真的是靠身体素质硬撑下去。也不知道女友那边情况如何，应该比自己还要糟糕，估计已经回家躺着了。他也想早点回家，并不是这挑战有难度，单纯只是想女友回家了。这嘴是真的硬，还说自己过得挺自在的，要不是肚子一直在叫，我差点就要相信了。玛利亚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，不仅天天有鱼肉能吃，还不忘提高生活质量。约恩怕是做梦不会想到这样，按照现在的节奏下去，玛利亚真有机会拿下奖金。她也很想知道男友过得咋样，来之前一起进行过锻炼，无论是体力还是技术，约恩都要自己强很多，理论上能熬得更久一点，就怕他太过想念自己了，毕竟平时都黏在一起，彼此分开这么长时间，还真的是怪想念约恩。玛利亚现在想着到山那边看看，也不是为了找到什么，就是觉得上面的风景会更好。肯定有人会说这样浪费体力，但这才是野外求生的魅力，光是躺着挨饿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不过出发前也是要准备一下的，泰哥觉得有睡袋在都不怎么需要生火取暖，目前就是食物有点尴尬，要是每天能整点鱼上来，自己怕是做梦都能笑醒。原本以为过来参加挑战会非常想念家人，没想到梦里全是吃的，可想而知泰哥有多饿。要是现在眼前有盘烤鸡，他怕是连盘子都不放过，越想肚子就越难受。希望今天岸边能给点力吧，别人3天9顿还能笑嘻嘻，自己少吃1顿都要哭了。然而渔网里依旧空空的，又是挨饿难受的一天。虽然说文森有鱼能吃，但是身体素质确实没年轻人好，大部分时间都躺着发呆，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，老是想起以前的事情。但凡自己再年轻个10岁，这样的环境随便找个地方都能睡，哪里需要这么多装备？目前浆果还有很多，天天都有下午茶能吃，小日子已经比大部分人滋润了。文森对这里很满意，有机会的话带孩子们来度假，该做的事情也没有忘记。60岁正是该闯的年纪，要是能拿下奖金的话，就可以买个大点房子，全家能够聚在一起，想想都知道这有多幸福。问题是肚子又开始饿了，感觉在这里吃再多都没用，要是能整坨大肉吃就好了。文森想拿到奖金有点困难，但肯定能够再待段时间。目前卡托过得很滋润，完全适应于现在的环境，甚至还有心情在镜头前吹牛，说自己每次跟着乐队巡演时，都会有不少女粉疯狂打 call， 自己这该死的魅力是一点都没减。他过来参加挑战，主要就是想远离粉丝们，让自己有点私人空间。卡托一脸认真的样子，我差点就相信了。闲着没事要去绘画，他觉得自己作为艺术家过来这边挑战，不留点墨宝就太可惜了。相信节目组看到肯定很高兴。利用木炭和特殊液体制成颜料，不要问为什么拉上裤链，懂的都应该懂了吧。接下来就是将线缠绕到上面，稍微加工处理一下就成根笔了。至于会弄成什么样，那就不能给大家看了。
到时自己挑选个幸运粉丝，亲自送到他手里合照。这么宠粉的礼物，你想拥有吗？基顿正收集材料制造门，他完全不担心会被动物袭击，这主要就是避免风雨刮进来。在这里挨饿可以，但是不能把火给弄熄灭。如果可以的话，真想整天待在里面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就这样静静的躺着休息放空。可惜只是挑战赛，自己来之前，家人都在劝他要坚持，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赚大钱的机会，躺着也要把奖金给躺回来。基顿现在压力那是相当大，祈祷其他选手早点退出挑战。这奖金虽然说是很重要，但没有个健康的身体也不行。幸福的生活才刚开始，可不想以后都没机会锻炼了。按照自己的理解，最多能熬多个礼拜，除非期间能找到足够多的食物，不然真的很难坚持下去。现在也就杯热茶稍微安抚下，能够坚持到现在，真的就是全靠着茶支撑住。严思这边也在完善庇护所，他们都弄得比较粗糙，估计都想着很快就能回家。周边这有个坑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弄出来的，要是有食物在里面就好了，如果是狐狸那就太糟糕，肉少还难吃，喂狗都不吃，不过可以抓来当宠物溜溜。文森这边已经将底部固定，然后将缝隙填充好，每天工作一点一点，等这边全部覆盖上去，只要不是来暴风雨，相信庇护所肯定没问题。再来点食物和柴火，小日子那是会安逸的不行。不过还是希望其他选手早点离开，毕竟家里那大床最舒服了。泰格看起来那是相当迷茫，坐在那里寝食难安，得给自己找些事情做才行。例如往高处那边看看，来这么久还没欣赏周围的风景，肚子一直咯那叫，自己这暴脾气瞬间上来，真想找点什么东西发泄一下。刚好这有水能冷静下，野外求生并不好玩，特别是独自一个人时，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，加上碰到长时间没吃东西，身体那是肉眼可见的憔悴。来之前自己还觉得没什么，不就是饿肚子而已，他还特意增重过后才出发，原本以为这样就行了，挑战比想象中还要困难，真的只有来到这里后，你才会明白有多困难。泰格都后悔过来受苦了，待在家里不香了。基顿精神已经在崩溃边缘，太久没有跟人交流，天天对着镜头自言自语，时间久了，感觉都神经兮兮的，真怕回去都不会跟人交流了。最主要是没有食物吃，脑海中一直有个声音，不断在那里报菜名，搞得自己那是饿得不行，只能强制关机无视掉。挑战进行到第10天，玛利亚对此没什么感觉，自己睡得好，吃得香，就跟度假一样滋润。今天打算先到山那边看看，希望能够拍到不一样的风景。简单收拾过后就往山那走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，还有精力去其他地方了。换作是我，怕是早就饿垮。玛利亚唯一担心天气会变差，要是半路下大雨就糟糕了。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倒霉，毕竟开局到现在都没饿过。我觉得霉运都给到约恩身上，他饿了那么多天，还想着去其他地方逆天改命，真担心他会突然晕倒在地上。虽然说跟女友约定1个月，但是身体实在是不容需要。其实现在都很想回家，没有食物简直就要了自己小命。玛利亚已经在上山路上哼着小曲慢慢行走，真的是一点都不给节目组面子，这哪里像是来参加挑战的。玛利亚已经完全沉浸在景色中，如果能来这边度蜜月也不错，到时拍出的照片肯定好看，上面风景绝对要比这里更美，争取能把日落晚霞拍下来。约恩对上面风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只想问问有没有食物吃，早点送货上门。你好我好大家好。现在坡度开始有所上升，双腿累的都开始在打颤，自己实在是受够如此的生活，这哪里有挑战的样子，纯纯就是在折磨人，一点肉香都没有给人闻闻。觉得玛利亚那边更惨，估计早就退出挑战回家了。所以说等拍完这边风景，自己也该收拾下准备回家。问题是碰上沼泽，远方看起来像是要下大雨，这摆明就是不想人爬山了，想最后快乐下都不可以。文森觉得这挑战自己没啥优势，年纪就摆在这里，乐挨饿肯定比不过年轻人，技术再秀，体力跟不上也是白搭，每天还特别想念家人，真不知道自己拿什么熬到最后。如果哪天食物跟不上，或者身体感觉不舒服，自己或许就要选择放弃回家了。待着这里一天比一天折磨，不过这边风景确实好看，有机会肯定会带孩子们过来。自己都能坚持到现在，其他选手肯定会过更好，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自信。要是这挑战早点出现，自己闭着眼都能完成。挑战开始前，选手们都有互相认识，真想大家聚集在一起开心下。严思躺在火炉旁休息，食物方面暂时不用担心，就是有点怀念在家的日子，还是第一次跟亲人分别这么久。平时隔段时间就举行派对，大家那是快乐的很。这里要是弄个篝火派对，相信会有不少来凑热闹。以前冒险都会带上狗狗，白天能帮自己带吃的回来，
晚上可以抱着暖暖身子，再苦再累都觉得没什么。家人合照都没带，就带了狗子照片过来看着，可想而知他有喜欢狗狗。那么多天没去铲狗屎，内心那是感觉空空的，难怪他到现在都还是单身，原来心思都放在狗子身上了。要是严丝拿到奖金，就能换个更大的房子养更多狗。养狗人的快乐就是如此简单。玛利亚的好运到头了，她被困在半山腰，现在还下起雨，冷的不行，体力那是消耗的飞快，所以这山是真的非爬不可嘛。现在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一样，就剩最后这段路了，比前面走过的还要陡峭，要是不小心滚下去，节目组过来刚好能吃席。他在考虑要不今天在这睡算了，现在回去肯定来不及。约恩还在努力向上行走，肚子在一边饿得咕咕叫，双腿酸痛的都有点难控制，不知道该说他和玛利亚太有默契，还是说一样那样犟。山顶那风景真有那么美吗？约恩啥都没说，就一味的往前走。玛利亚已经放弃继续行走，待在这里欣赏周围的风景。可惜天色稍微差了点，天晴时肯定很好看，不过整体来说挺不错的，有点想念男友了。而约恩想念着玛利亚，如果他还待在这里挑战的话，肯定过得比自己好点，希望别跟他一样饿肚子。约恩带来了木柴生火取暖，这还是比较会享受生活的。不知道女友在干什么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还是希望他早点回家。玛利亚正欣赏着彩虹，现在想劝他放弃挑战，怕是比分手还要难。天黑前能看到彩虹真的不错。约恩这边已经没什么好遗憾，不知道女友还在不在，反正自己身体是要到极限了，来这么早也就第一天舒服点，后面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折磨，该回家好好休息下，赶回庇护所进行收拾。这段时间的体验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很快节目组那边就过来，如果玛利亚还留在场上，希望她能够量力而行，不需要为了奖金太过为难自己。约恩先回去收拾好东西，等着女友回家团聚。其实玛利亚非常想念男友，这边挑战体验的差不多，自己过的那是非常好，能不能拿到奖金并不重要，真的很想现在就去跟约翰抱抱。难道他也准备退出挑战吗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